巨灵镜，莫非是主脉的巨灵强者前来捉拿我们了？叶灵啊，你们别紧张，也别乱喊。突破巨灵境的是我。怎么可能？叶天居然突破了巨灵境！叶天，真的是你在说话吗？你真的突破了巨灵境？果然，父亲说的没错，潜水养不出真龙来。在叶灵三人眼中，我的修炼速度算是惊世骇俗，但在真正的天才眼中，我这点修炼速度根本就不够看的。不过，我虽然跟这些妖孽还有差距，但只要我肯努力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追赶上去的。叶灵、叶山、叶铁，你们不用怀疑，我已经突破巨灵之境。商量了一天，你们决定好该何去何从了吗？天哪！要是这消息传回凛东城，估计整个凛东城都要疯狂吧。叶天，我们决定好了，我们要留在北诏皇城，而且我们也要进入三大武府。只要能加入三大武府其中一府，哪怕是叶家主脉，也不敢再针对我们了。武府？武府跟宗门类似，但却比宗门要自由，而且只要毕业就可任意离开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北诏皇城之所以武府盛行，就是专门为了无极圣宫选拔人才。这武府居然还跟无极圣宫有关。其中皇家武府是北诏皇城乃至于其他国度3等贵族6等豪门加入的武府，比如叶秦就是加入的皇家武府。而四方武府则是一座拥有宗门背景的特殊武府，据说很多其他王国的宗门都暗中支持四方武府，同时还会不断派遣优秀的子弟进入武府深造。不过北诏皇城最强的还是天波武府，同时天波武府对弟子的选拔也是最严的，所以能够进入天波武府的个个都是同龄人中的天才。叶天，若你能加入这3大武府其中之一，那就不惧主脉的报复了，我们也能沾你的光，在这里好好发展。只是不知道叶天你决定加入哪个武府？只是3大武府皇家武府绝对不能加入，毕竟那里面多的是王孙贵族的公子小姐，像是我们这种小家族出身的很难有立足之地。四方武府也不行。如此看来，我能够加入的唯有天波武府了。诸位，现在我天波武府招生正式开始，想要加入武府的随我进来，其他不相干的人不得踏入武府一步。一群饭都废物，本是让你们1天之内抓到叶天那群人，结果这都多少天了，人你们没有抓到，难道连一条狗你们都抓不到吗？二公子，我们的人终于查到那叶天的下落了。这小子太精明了，他袭击了二公子您，非但没有逃出皇城，居然还躲在城中最好的客栈，害得我们白白在城外追捕了几天。你们这群饭桶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点起人马，再给本公子抓几条狗来！本公子要用这些狗活活虐死叶天。二公子，不妥呀，那叶天目前在参加天波武府的考核呢，若是我们过去闹事，不仅会触怒天波武府，家族也不会答应啊。什么？那叶天居然想要拜入天波武府？该死的！要是让那叶天加入了天波武府，本公子还怎么报仇啊？二公子您忘了，天波武府的杨安不是您的好朋友吗？而且属下还打听到，今年天波武府的考官中恰好就有杨安的父亲。于是呢，属下就擅自做主，代替二公子您拜托了杨安一件事儿。只要咱们如此这般，难道还怕那叶天能加入天波武府吗？大管事，这件事您办得不错，以后只要你好好听话，总有一天这叶家总管事的位置会是您的。那就多谢二公子的栽培了，属下保证会比二公子养的任何一条狗都要听话。所有人都听着，若非是自然觉醒的4品以上武魂，
而是靠着后天某些宝物提升到4品的，那就不要考核了。这样的武魂，我们天波武府是不会收的。下一个，叶天，现在释放你的武魂。黄级6品武魂，而且这武魂之力竟然强横到可以比拟一般的黄级7品武魂。好，看来我天波武府又要出一个天才了。叶天，我且问你，你可愿意加入天波武府啊？不是要检查武魂潜力吗？用不着检查了，我的灵眼武魂就是专门判断武魂潜能的，而你的潜能连我的灵眼武魂都无法完全看透，潜力之巨大，就是我天波武府也是罕见。现在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可愿加入天波武府啊？我当然愿意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天波武府的一员了。等考核结束，我会亲自替你安排老师。江师兄，且慢，此人还没有完全通过考核，你就让他进入武府，此举恐怕不妥吧？杨安，你太放肆了，还不把令牌交还给叶天？还有，杨明师兄，叶天拥有6品武魂，我招收他入武府，有何不妥呀？江震师弟此言差矣。我武府规定的考核共有2项，若这叶天只完成1项就加入武府，难免让人不服啊。更有甚者，会怀疑师弟你徇私舞弊呀。胡说八道！我江震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更与叶天乃是第1次见面，我徇什么私，舞什么弊啊？江震师弟，既然你没有徇私舞弊，那为何不敢让叶天参加第2关的考核呢？还有，若这小子真是个天才，难道你还担心他会通不过不成？叶天，你的意思呢？你放心，只要你不愿，没人能逼你参加考核。既然是武府的规矩，我愿意参加第2场考核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，只要我通过了第2场考核，我就能加入天波武府了吧？哈哈，当然，只要你能通过第2场考核，你就是武府弟子。现在你跟我来吧。叶天，你可曾得罪过杨明或者杨安？你点头或者摇头就可以了。这就奇怪了。那你去吧。武者光有武魂天赋还不够，关键还要有面对危险的勇气和战斗力。现在你进入这座深坑斗兽场，只要你能战胜其中的凶手，你就能正式成为武府弟子。叶兄，请吧。哦，对了，叶琴让我代他问候你一句。爹，救命！救命啊！叶天，你竟敢陷害我儿！好孽障！今天本导师就让你知道得罪玄武境强者的下场。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？不，我不能死。我还没找到父亲，我还没给风长老恢复武魂，我不能死。小兔崽子，你哪里走？杨明，够了！身为导师，你却如此针对一个学员，你难道不嫌丢人吗？杨明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第2关考核只需要随机挑选1头凶手就够了，为何你要把所有的凶手都释放出来？你这是要害死叶天吗？害死那小兔崽子又如何？本导师好心带他来参加考核，他居然趁着我儿杨安不注意，强行把我儿推进斗兽场中。本导师没亲自杀死他，已经算便宜这小子了。姓叶的，
你来的正好，你害老子掉进斗兽场，老子今天就弄死你！蒋震，接招！黄云掌！杨明，你放肆！叶天，快逃！看来这天波五府也不全是杨明那种阴险狡诈的小人。玄武境的杨明老狗我打不过，情有可原。但若是连一群炼体10重的凶手都杀不死，那我还来什么皇城，参加什么狩猎？这不可能！叶天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爹可是五府的导师，更是玄武境强者。你若是敢伤我一根头发，爹，救我！救我！叶天，你这小孽障，敢伤我儿！杨明，你要干什么？身为导师，却屡次对考核的学员下杀手，你这是要毁我天波五府的声誉吗？蒋震，你滚开！老夫杀死孽障，乃是此子心术不正，更重创我儿。难道这种魔头不该杀？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想死的话，现在我就掐死你；想活的话，立刻把你父子陷害我的经过全部说出来。记住，我只数3声，1、2，说。别杀我！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是叶家二公子叶琴拜托我陷害你的。据说叶琴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所以知道你参加五府考核之后，叶琴特命身边的大管事前来拜托我，想办法废了你。老狗，你的儿子现在已经招供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杨明，你居然勾结外人，陷害考核的学员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禀明院长。我孽子啊！姓叶的小孽障，你给老夫等着！伤我儿之事没完！叶天，你别担心，杨明也只是学院的一个导师而已，比他厉害的多了去了。院长也绝对不会容许某些人的胡作非为。不过杨安招供，你得罪了叶家二公子叶琴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江震导师，情况就是如此。如你不信，你大可去查。查就不用了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你可能不知道啊，叶琴在北赵皇城有个绰号，叫禽兽公子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杨明身为天波五府的导师，居然和皇家五府的学员勾结。这件事情，我五府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还有，从现在起，叶天你就是我天波五府的一员了。你可想好了要拜入哪个导师座下？我可以带你过去。江震导师，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拜你为师？叶天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以你的天赋，完全可拜入比我更强的导师门下。不用了，比起强弱，我拜师更看重的还是老师的人品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拜江前辈为师。叶天，你既然认我当了老师，那我这个老师就绝对不能让你吃亏了。现在我就带你前去找院长，讨回公道。江震见过院长。院长，我发现一件不公之事，需要禀告。江震，斗兽场发生之事，杨明已经全部交代了。这件事是杨明不对，但家丑不可外扬，堂堂学院导师竟然勾结外府学员陷害他人，这件事若是传出去，对我们天波五府的影响很大呀。院长说的是，就算家丑不可外扬，杨明和杨安陷害叶天乃是事实，若不处置，恐怕不仅叶天不服，我这个做老师的也不会服。江震，你居然收了这孽障当弟子？你就是那个大闹斗兽场的小家伙吧？小小年纪就能突破巨灵境，更拥有黄级6品武魂，天赋还算不错。以后好好在五府修炼，只要你不再主动招惹叶家，
叶家也断然不敢继续针对你。当然，你初入吴府就遭到针对，这却是我这个做院长的失职。这样吧，本院长就破例允许你提出一个条件作为补偿，你看如何？院长，难道杨明和杨安陷害叶天就没有一点处罚吗？江震，你这是在质疑本王的决定吗？院长，我想好了，我的条件就是，希望院长能让我3个族人也进入吴府。什么？你一个人加入吴府不够，还想把你的族人都带进来？有趣的小家伙，既然这是你的要求，本院长自然答应。不过你那3个族人不能以正式弟子的身份加入吴府，只能当记名弟子，而且只能在吴府学习1年。这一点，你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再说，1年的时间，也足够叶灵等人获得巨大的发展了。这样，我也算是完成了风长老的嘱托。哼，这江震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，居然敢对院长如此不敬！张嘴！江震只是无礼，却总比你这饭桶竟给本王惹事要好。还有，本王正值执掌天波吴府的关键时刻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今天的事就算了，再有下次，你这导师就不用做了。这件事要是让学院其他导师知道了，你以为我们父子能够好过？还有，那叶琴号称禽兽公子，乃是叶家出了名的纨绔，你谁不好结交？偏偏在庆王执掌吴府的关键时刻结交这样的败类，你想害死老子啊？啊！该死的叶琴，若不是你出钱收买我，让我替你出头，我怎么会在庆王面前丢丑，还被我爹打了2巴掌？小安，你来正好，本公子正在想你呢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废了叶天，本公子答应你的金票1张不少。还有那叫做叶琳的小丫头，你若愿意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玩。狗啃的沙财，就这么点金票就想收买老子，你这是打发要饭的！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我不再是朋友了。叶天，又是你害我！本公子对天发誓，若是不弄死你，我叶琴就不是人。来人，扶我回去！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死那叶天。叶天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不仅是你，连我们都能加入天波吴府？叶灵、叶山、叶铁，当初我答应风长老，一定要你们在北诏皇城获得更好的发展。尽管你们没有回归主脉，但能加入天波吴府，我也算是完成了风长老的嘱托。只是能不能变强，以后就看你们自己是否努力了。叶天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的，我们保证一定在天波吴府努力修炼，绝对不会给风长老丢脸的。叶天，我决定了，等进入天波吴府，我会主修丹道，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炼丹师。我也决定了，我主修气道。咱们想要组建全新的叶家，光有丹药不够，还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器。叶山，你呢？啊，我比较喜欢经商，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在天波吴府多交朋友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发财的机会。毕竟要重建叶家，也需要大笔的钱嘛。你们一个经商，一个炼丹，一个炼器，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主修武道吗？怎么没有人啊？不是还有你吗？不是还有你吗？叶天，你这么变态，更是未来的叶家之主，当然是你主修武道，我们辅助啦。奇怪了，在主脉，我只是把叶晴痛打了一顿，然后洗劫了他的一些金票和丹药，算不上深仇大恨。怎么叶晴就这么恨我，居然还不共戴天呢？好美啊！你们谁是叶天？啊，
我就是叶天，姑娘是？什么姑娘？叫我师姐。师姐，小弟弟乖。你是江震导师的门下？没错，我们的老师就是江震，是老师让我们来接待你的。我叫刘云，这位是我姐姐刘静。当然，你们别看我姐长得文静，其实脾气很是火爆。滚！有这样说你姐的吗？老娘嫁不出去谁负责？你们别害怕，其实师姐我还是很温柔的。师姐啊，老师不是说至少要半天时间才能来接我们吗？你们怎么现在就来了？姐，老师这样说过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哼，这小子在诈你呢，老师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。不过叶师弟，你这人有些不太老实呀。师弟，这下相信了吧？还不叫声师姐来听听？师姐啊，其实我是一个老实人。好了，不逗你们了，跟我来吧，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。叶师弟，你们这届新生算是有福了，能够刚进入吴府就能进入蛮荒灵池修炼。蛮荒血池？那是什么？连蛮荒血池你都不知道？这可是咱们吴府的一大福利呀！哪怕你是低阶武魂，进入其中也可获得高阶武魂的修炼速度，而且武魂之力越强，修炼速度越是恐怖呢。原本这样的福利只有加入吴府1年以上，更对吴府有过贡献的老弟子才能够享受的。但是今天新院长上任，为了吸引人才，这才破例允许你们新生也有资格进入蛮荒血池修炼。老师怕有人故意不告诉你们这些，所以才专门让我们带你过去。几位师弟师妹，这里就是蛮荒血池了，你们跟我来吧，我这就带你们去拜见一下镇山长老。弟子见过镇山长老，我们奉江镇导师之命，带几位师弟前来血池修炼。身份令牌，身份无，但记名弟子只可在里面修炼5天，普通弟子也只能修炼10日，所以时间一到，你们必须出来。谁敢赖着不走，老夫就把谁当屎一样丢出去。你们不要介意啊，镇山长老就是这个脾气，只要你们不惹事，镇山长老也不会为难你们的。师弟师妹，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修炼了，记住，不要在里面胡乱喧哗。啊，还有，10天后我们会在这里等你们，正式去拜见老师。这样的灵池，就算不用服用聚灵丹，只要在里面修炼一段时间，炼体境武者就有可能突破到聚灵境。幸亏我拥有的乃是至尊武魂，武魂之力天生强大。难道吸引树苗武魂的东西就在这泉眼之中？难怪树苗武魂会如此激动。当初在黑风山，我仅凭借几块报废的灵石，就一夜突破3重境界。要是我能吸收掉这完整灵石的力量，那我的实力该会有多么巨大的提升。诸位师兄，那叶天等人就在里面，这次我和我爹能不能出气，就看诸位师兄的了。小事一桩，小师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替你和老师出气。还是叶天说的对啊，不出凛冬根本不知天下之大，武道之强啊。你们都是江镇老师的新弟子吧？跟我来吧，老师要召见你们。现在刘静师姐不是说10天后来接我们吗？当你们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老师有命，谁稀罕来接你们？爱来不来，惹怒了导师，后果自负。叶莲，你在这里等叶天，我跟叶铁过去看看。那好吧。这位师姐请等等，这条路好像不是前往导师住处的吧？哼，你们还不算太笨，可惜你们不应该得罪惹不起的人。各位师兄，人我帮你们骗来了，接下来如何可不关我的事儿了。怎么那叶天没有出来啊？这样本少报复起来怎么能过瘾呢？呀，你是将就是吧？先痛打那叶天的族人，出口恶气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收拾叶天也不迟啊。还有，你们2位废物听好了，这次算你们走运，是在5府之内我们不好下死手。记住，回去后告诉那叶天最好立刻滚过来，向杨安赔礼道歉，否则以后我们见你一次打你们一次。
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们身边还有一个小姑娘长得不错，哼，也叫她当心着点儿。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叶天，他还要在吴府修炼呢，我们不能连累到他。这一切都是归功于这块巨大灵石，可惜了，10天的时间还是太短，并不足以让我把这块灵石的能量完全吸收。可惜了，一块灵石比一堆金子都要珍贵。这次离开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再进来呢。修炼完了？啊，完了，多谢长老照顾。不应该呀，这小子进去才10天，就从巨灵1重天突破到巨灵2重天，莫非这小子是个天才？但就算是天才，这突的未免也太快了吧？刘静师姐，刘云师兄，怎么只有你们2位啊？叶灵他们呢？叶师弟，我也正想跟你说呢。就在5天前，叶林突然找到我，说叶山和叶铁生病了，需要休养，让我提前给他们安排好房间，说是等休养好了再去拜见老师。生病了？怎么可能？刘云师兄，叶灵他们住在哪里啊？能带我过去一下吗？你也走了？那老师不是被我们放了鸽子？啊，老师那边我自会解释的，但叶灵这边肯定出了问题，还请师兄带路。看我干什么？你不是想破求叶灵吗？现在就是机会。姐，你不要乱说。师弟，这里就是你们新生的住处了，第2019座院落就是专门给你们准备的，叶林他们就住在里面。叶山，现在已经是第10天了，我们真的不把那件事告诉叶天？千万不能说，现在是叶天拜师的关键日子，就算有说，也必须得等他拜师成功，在吴府站稳脚跟再说。叶天那是我们叶家的希望，只要能让叶天在吴府成长，我们吃点骨头又算得了什么？可是你们的手脚都让杨安那伙人打断了，这就吃一点苦头吗？啊，叶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？我都听到了。叶山、叶铁，我只问你们，你们身上的伤是谁打的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隐瞒的？天哥，是杨安带着一群人打断叶山和叶铁的手脚，他们还说这仅仅是警告，若是10天之后你不去向杨安亲自赔礼道歉的话，以后他们见我们一次就打我们一次。这杨安好大的勾当，连我们的师弟师妹都敢欺负。杨安打你们的时候可有说让我去哪里向他赔罪？若你们还当我是同族的话，那就告诉我，若是不说，那以后叶家任何事你们都不要来找我。叶天，别，我们说杨安让你10天之内去吴府外面的天香楼向他磕头赔罪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但你们放心，这杨安冲着我来无所谓，敢动我的人我要他的命。你们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姐，你出去干啥？还能干啥？自然是帮叶天杀人去了。诸位师兄，多谢你们帮我出了一口心中恶气。现在就要看到叶天是否识时务了。他要是识时务，就该立刻滚过来向我磕头道歉，然后把他那把上品宝器赔偿给我。要是不识时务，那就休怪我杨安心狠手辣，今天就在这吴府之内废了他手脚。杨安师兄来了，那叶天正朝着天香楼赶来。他一个还是几个呀？还有刘静和刘云。这怎么会呢？那刘云还罢了，刘静可是咱们吴府出了名的母老虎啊。哼，母老虎又如何？我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怕了一个女人？师弟你放心，今天那叶天呢，你想怎么虐就怎么虐。那刘静敢诈刺，还有我们帮你挡着。哈哈哈，说得对，现在的天波吴府可不是以前了。叶天，谁允许你走过来的？
忘了老子告诉你族人的话吗？你若识趣的话，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跪在地上，然后磕着响头爬过来。档案！你对外人嚣张，老娘不管，但是你敢对老娘的师弟嚣张，你活不耐烦了。刘静师姐，好意心领了，但这是我的事情，还请让我自己解决。若我解决不了，再请师姐出面也不迟。哼，也罢，就看你这小弟弟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莫非这母老虎转性了？刚才还气势汹汹，转眼又好像又撒手不管。难说呀，也许是那个新生不敢太得罪杨安吧。毕竟得罪了杨安，无形中可就得罪了导师杨明。况且那杨安的靠山还不仅只有他爹呀。这么说，这叶天使打算忍气吞声，出丑认怂了？叶天，你这样道歉太没有诚意了吧？看在刘静的面子上，本少可以不要你下跪磕头，但你身上那把剑必须交给我，作为你冒犯我的补偿。你要这把剑？没错，你若交出这把剑，本少就网开一面，原谅你这一回。哼，你要清风剑是吧？好，我给你，你过来拿吧。算你小子识趣，知道本少是你得罪不起的存在。哼，杨安，你要我道歉是吧？那我现在就狠狠地向你道歉。五虎拳！我的手断了，我的脚也断了。叶天，你竟敢如此对我！好大的狗胆，当着我们的面还敢行凶！别跟他说那么多，他怎么毒打杨安的，我们就10倍100倍的还给他。怎么可能？叶天，你太卑鄙了！仗着宝气之力算什么英雄？哼，难道你们一群聚灵境弟子合伙毒打我的亲人就不卑鄙吗？难道你们5个人打我1个人就不卑鄙吗？记住，杀人者恒杀之，辱人者恒辱之。你们想要报复，尽管冲着我来。若是敢对我身边的人出手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见你们一次，打你们一次。5天前，你们是怎么毒打叶山和叶铁的？今天，我就怎么还给你们。小师弟，这一下你可是闯下大祸了。你打杨安就算了，但是你不该把这人的手脚也打断呢，因为他们不只是杨明导师的弟子，还是楚盟的人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什么楚盟，我只知道，犯我亲友者，虽远必诛。好一个虽远必诛！本座今天不仅要犯你的亲友，还要当着你的面侮辱他们，折磨他们。小兔崽子，你能奈本尊何？爹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儿子我被人打得好惨呐！你一定要帮我废了那叶天，最好是杀了他。对，只有杀了他，我才能出这口气。哼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现在我明白老师为何对叶天如此欣赏了。弟弟，该咱们出手了。老姐，我早就等着了。刘静师姐，刘云师兄，怎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呢？哼，告诉你，就冲着你叫我一声师姐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杨明，你身为导师，却插手我们弟子之间的争斗，你知不知道羞耻这2个字怎么写？有种的，你就当着大家的面，把我和我姐一起打死。江镇门下的2个小杂碎，你们真以为本尊不敢杀你们？既然你们求死，本尊就成全你们。老姐，你明明说过，只要我们出面，那老家伙就不敢动手的。现在他真动手了，和叶师弟都被你连累死了。刘云，你有点骨气行不行？不就是死吗？咱20年后还做姐弟。哼，尔等不过巨灵蝼蚁，也想挡我玄武一击，真是可笑！一起死吧！要死了吗？谁敢伤我弟子？江震，你敢阻我？老师，老师，你终于来了！
江震老师，刘静、刘云、叶天，你们先退到我身后。只要有我江震在吴府一天，就没人能伤害你们。江震，休说狂言！你知道你这几个弟子都干了什么？他们不但当众行凶，毒打我儿和弟子，还目无尊长，敢对本尊不敬。尤其是那叶天，作为新生，行事竟如此猖狂，简直是我吴府新生中的败类。还闯下如此大祸，你确定你还要袒护于他？不管叶天做了什么，他到底是我的弟子。只要叶天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哪怕他闯下再大的祸，我都替他担着。江震，你放肆！这叶天如此毒打我儿，难道仅凭你一句替他担着，就想算了不成？爹，替我做主啊！叶天丧心病狂，他不是吴府学员，他简直就是魔头啊！老师，替我们报仇啊！这叶天利用宝器欺压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！杨安，你们还要脸不要脸？明明是你们几个合伙毒打了叶天的族人，想要欺负叶天，叶天这才会报复回去的。错的明明是你们！刘家，你胡说八道！我们没有错，我们也根本就没有毒打叶天的族人。我知道，一定是你们故意利用这样的借口，想要洗脱罪名。诸位师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的族人叶山和叶铁现在还断手断脚躺在床上，这件事你们抵赖得了吗？混账东西！我们导师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新生插嘴的份儿？还有，你说你的族人被我儿毒打，谁看见了？有什么证据？现在本尊只看到你毒打了我儿，还利用宝器重伤了我的弟子。叶天，小魔头，今天本导师就以吴府之名逐你出吴府，更废你武魂，断你手脚。玄武十宠，这不可能！你我武魂相当，都是黄级6品，你怎么比我先突破玄武十宠？江震，你没想到吧？没错，咱们武魂相当，天赋相近，一般情况我们谁也无法超越谁。但是可惜呀，你这人太过死板，而我却蒙庆王殿下赏识，赐予紫玄丹，顺利突破到玄武十宠之境。江震，现在的你如何与我争，如何跟我斗？若不想当众丢丑的话，你速速滚开！本尊保证，只非叶天一人。说到底，我差的还是实力。父亲说过，武者的世界容不下弱者的眼泪。杨明，是非曲直，你清楚，我也清楚。我江震还是那句话，无论叶天做错什么，我这当老师的都替他担着。除非你杀了我，或者废了我，否则你动我弟子试试看。怎么办？杨明是玄武十宠，江震老师却只有玄武9宠，真正打起来肯定吃亏啊！不，老师不会吃亏的，因为我的手中还有清风剑。江震老师，你可会用剑？老夫虽不擅长剑道，但勉强还是可以耍几招的。江震，你无耻，竟跟那小畜生一样，只会仗着宝器外物。有种的，你跟我真刀真枪到吴府生死台一战。这杨明还真无耻，居然想要发起死亡挑战，逼迫老师让步。多谢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，但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能让老师冒险替我接受这场死亡挑战。杨明，老狗，你不是想战吗？不用我老师出马，我亲自陪你上生死台一战。现在我就问你这老狗一句，你敢不敢跟我同境界，决一生死？
疯了！这个叶天彻底的疯了！他居然敢向导师发起死亡挑战！叶天，你果然够有种，够胆色。好，你的死亡挑战，本尊接了。1个月后，咱们生死台上同境界决一生死。你这傻小子，谁让你胡乱提出死亡挑战的？你可知道，生死台上的阵法最低也只能把境界压制到巨灵3重天。你说，你上去有什么用啊？难道是送死不成啊？不行，这不能算。叶天是新生，他不懂咱们吴府的规矩，这场挑战不能作数。吴府的死亡挑战，可不管你是新生还是老生，只要本尊应战，他就非战不可。若是他敢怯战，按照吴府的规矩，他不但要被逐出吴府，更要被废掉修为。不过为免你们不服，本尊就大发慈悲，给你1个月的突破时间。1个月后，咱们生死台上一决生死。叶天，你还真是找死啊！谁不好挑战？你敢挑战导师？你等着吧，1个月之后，本少要亲自看一场好戏。我们走。叶魔头，这1个月你就等死吧！叶天，都是我们没用，是我们害了你。别人不看好我也就算了，怎么你们也不看好我呀？再说了，不就是一场生死挑战吗？闵东辰这么艰难我都挺过来了，难道还怕了区区一条老狗？这位叶师弟，神经之粗大，异于常人呐！胡说什么啊！老师，叶天到底是新生，不懂得吴府的规矩，难道你就不能向院长求求情，帮叶天一下吗？到底师徒一场。叶天，你拿着这些钱还有丹药，速速离开北诏皇城，以后都不要回来了。江正老师，连你也觉得我1个月之后会输吗？不是会输，而是一定会输。好了，少废话，立刻换上这身衣服，我再想办法，看如何把你送出城去。师弟，你就放心的去吧，叶灵和叶山、叶铁，我们会帮你照顾好的。江正老师，师姐，师兄，如果我说我最快能在10日之内突破巨灵3重，你们还会让我离开吗？什么？10天突破巨灵3重？叶天，你确定你的脑子没有坏吗？胡闹！别说10天，就是给你3个月，你也未必能突破呀。江正老师，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，那就给我10天的时间，我保证10天之内，我一定能突破巨灵3重天。江正老师，麻烦你再看看，我的武魂是什么等级？你的武魂等级为师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？不就是黄级6品？哎，不对，你的武魂等级7品。叶天，你的武魂居然是黄级7品，你在考核的时候故意隐藏了武魂等级？不对，我的灵眼武魂最擅长的就是观察武魂，怎么可能会看错呀？没错，其实我的武魂是黄级8品。哈哈哈哈！想不到啊，我江震也有今天，居然能够收下一位黄级8品的天才做弟子。就冲着这一点，我就甩开那杨明10万8千里。好啊，叶天，你明明有这么强大的武魂，居然还一直在我们面前装弱小。亏我们之前还一直担心你，师姐，我感觉心灵遭受了创伤。说吧，你要怎么补偿？老姐，你总不能让叶师弟以身相许吧？江震老师，现在你相信我能10天之内突破巨灵3重了吗？难呐。
尽管你有8品武魂，出乎我与杨明的预料，但是10天还是太短了呀。除非有什么逆天的功法可以让你快速修炼，可惜那样的功法天波武府并没有啊。不，10天不短了，只要能想到办法再进一次蛮荒血池，我保证10天之内我必定突破。叶天，你真的决定好了要留在武府跟那杨明一战？老师，我意已决。那好吧，为师就豁出去这张老脸，再带你进去蛮荒血池。弟子江震见过镇山长老，还请长老通融，让叶天再进入血池修炼10日。不可能的，江震，你既是导师，就应该知道武府的规矩。让他这样的新生进入一次已经是破例了，不可能再进第2次的。长老，若我以自身全部贡献，可否换取叶天进入血池？江震，你确定你要用你的全部贡献换取这小子活命的机会？你如此倾家荡产，可知他一介新生战胜导师的希望有多渺茫吗？老师，这血池我不进了。别废话，让你进你就进。在武府，我与杨明素来不和，只要你能战胜杨明，替为师出气就行。现在你给我速速进去！橡皮老狗，你给我等着！1个月后，我一定要打败你。江震呐，你让老夫说你什么才好啊？你也是黄级6品，难道你不知道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就算有血池相助，那小子也绝无可能突破巨灵3重啊！长老啊，凡事都有例外。对叶天，不仅我和杨明看走了眼，其实您也是看走了眼呐。其实叶天的武魂不是6品，而是8品。原来此子居然拥有8品武魂，倒也算是不错的天才。只是可惜江震你们来晚了一步。最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蛮荒血池的灵气突然下降了好多，本长老还没有来得及查看。再说武道突破一层比一层困难，10天的时间恐怕这小子未必能突破巨灵3重。纵然突破1月之内的新生，就想战胜修炼数十年的导师也难呐。这小家伙故意隐藏了实力呢。镇山长老，你说弟子无法战胜导师，这件事我可不敢苟同啊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您老人家初入武府，似乎就曾以弟子的身份向某位导师发起了死亡挑战，最后还获得了胜利呀。江震，这些话你是听谁说的？还能有谁啊？自然是老院长啊。当年之事不提也罢，当初也是我年轻气盛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但你可知，当年我能战胜那位欺压我的导师，3分靠实力，其实有7分是靠着运气啊。若不是当时我恰好临阵突破，根本就不能战胜那位导师。而你这位弟子，天赋是有，但比老夫当年还是差了太多呀。杨明此人也不是善茬，若要他战胜杨明，估计只能1分靠实力，9分靠运气了。即使这样，你还是要让他上场吗？玉不琢不成器。叶天既然要战，我这个做老师的就只能全力的支持他。长老，你说不看好叶天，那我们打个赌如何呀？哦，你想怎么赌？我们就赌叶天能不能在10天之内突破巨灵3重天。若是我胜了，你就把我的贡献点全部还给我。江小子，你还挺狡猾的。罢了，本长老就跟你赌了，要是你输了，你以后每年的贡献点全部归我，看你输不输得起。妥了。江震小子，这下你输定了。忘了告诉你，
老夫也是8品武魂，10天之内突破3重天，以前有可能，现在绝无可能。那可未必啊，也许叶天能给长老一份惊喜，也说不定啊。怎么回事？这灵石怎么缩小了一半了？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还是抓紧时间修炼要紧。就是不知道现在这块灵石还能不能让我顺利突破3重天呢？太好了，用灵石修炼果然比用丹药修炼更加有效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只要我努力的话，未必不能10天之内修炼到巨灵3重的。巨灵3重，哈哈哈哈！叶天，你好样的，你果然突破巨灵3重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不应该呀！大家都是8品武魂，凭什么他就可以10天内突破1重境界？老夫当年就是不行呢。老夫知道了，江震，你带这小子不是来求助的，你们是来故意打我这张老脸的呀！啊！天哪！老夫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奇怪，这么大一块灵石，能量何等惊人！老夫还在上面布置了玄武境的封印，那小子是怎么把它炼化的？还炼化得如此彻底？叶天，我知道你武魂天赋很强，更是掌握了一门很强的剑法，但这还不足以弥补你跟杨明的差距。你可知道弟子跟导师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吗？是经验，是数十年的修炼和战斗。这些东西就是弟子跟导师最大的区别。所以想要战胜杨明，光有修为还不够，你还必须要有极强的战斗经验。现在你先回去休息1天，等明天为师会带你去五府另一座修行重地。老师大恩，弟子永生不忘。叶天，你记住，只要你不做伤天害理之事，那无论你惹了什么祸，为师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好了，现在你回去好好休息1天，明天还有更加艰苦的训练等着你呢。刘师姐，您老人家还是歇着吧，不要这种粗活，还是我们自己来吧。2个混蛋，老娘也就是温柔的稍微有些不明显而已，你们至于痛成那样吗？哎，叶天，你回来了。我去，巨灵3重天。没错，现在的我巨灵3重。巨灵3重天，我的天哪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啊？只要你们努力，就一定能成功。叶灵，你照顾好叶山和叶铁。刘静师姐，刘云师兄，我有事情跟你们商量一下。行，那咱们出去说。师兄师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在我修炼的这段时间，你们能好好照顾叶灵他们。还有，在我进行死亡挑战之前，绝对不能让叶山和叶铁知道。叶师弟，你放心交给我们吧，你只要专心修炼就可以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就不耽误你休息了。谁？你就是叶天，大闹天香楼发出死亡挑战的那个先生。不得不说，你很有勇气，也很有天赋。谁能想到你居然真能在10天之内突破巨灵3重？若我没有猜错，你的武魂等级最少也是黄级8品。聪明的小子，现在我明白上头为什么那么欣赏你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半夜闯入我的住处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叶天你要搞清楚你现在的处境。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，哪怕你突破巨灵3重，以你弟子的身份，你也很难弥补与杨明几10年的经验差距。上了生死战台，你必死。既然我是将死之人，那你还半夜找我干什么？那是因为你足够幸运，发出的死亡挑战成功引起了上头的注意。然后我们通过调查又发现，你故意隐藏了武魂等级，所以上面决定给你一个机会。只要你能发誓效忠主上，我们可以保证，
你在生死台上不死，还能保证你以后在吴府平步青云，获得优先培养。就这样？难道你们给我这么多好处，就不需要我付出什么？哼哼，你当然要付出代价。我们不要废物，更不养闲人。你若效忠主上，以后你就必须听从我们的一切命令。我们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必须做什么，不得推脱或者延误。还有，你必须要向杨安道歉，哪怕是口头道歉也行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做到登门道歉，向杨明负荆请罪，我们也可以对杨明施加压力，让他放弃与你的生死挑战。现在，你在这份效忠书上按上手印，你就是我们的人了。滚！要杀我随便，我不会效忠什么主上，更不可能向我所鄙视的人道歉。小子，你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真以为你是个人物？好，机会已经给了，你既然不知道珍惜，那你就等着在生死台上被杨明杀死吧。哼，不识抬举的蠢货。哼，我不识抬举，总比你藏头露尾给人做狗要强。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叶天，别以为突破巨灵3重，你就能与杨明战斗。1个月后，本尊看你怎么死。我的命运我做主，懒得跟你们多说。有这个精力，还不如好好睡一觉呢。这小子还果真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不过还算是有骨气，不枉费我专门过来一趟。头还在，果然，那什么黑衣人也就是故意吓唬我而已。但你们越是如此，1个月后的死亡挑战，我一定要获胜。清风剑留下，为师今天带你去杀戮幻境。老师，什么是杀戮幻境啊？杀戮幻境与蛮荒血池齐名，都是我吴府培养弟子的重要秘境。其中蛮荒血池提升的是修为，而杀戮幻境提升的是你的实战能力。想要打败杨明，这段时间你最好就在杀戮幻境中不断的厮杀磨练。这就是天波吴府强大的秘密吗？叶天，这里面就是杀戮幻境，里面有无数凶兽供你厮杀，层次越高，幻境的威力就越强，凶兽也就越厉害。甚至其中你还可能遭遇到其他进入幻境的师兄师弟，到时候你都不需要留手，直接用全力搏杀就是。对了，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在杀戮幻境内，尽管不会真的死亡，但是在里面厮杀，你一样会产生痛觉。若是死掉，那痛苦更是常人难以忍受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我去，这哪里是修炼啊，简直就是自虐！这杀戮幻境果然变态，但我绝对不会死在这里的。继续前往第4层，我需要更大强度的挑战。怎么可能？我好歹也是巨灵3重天，怎么可能什么都没看到就被对手秒杀呢？可恶！再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。不对劲啊，我巨灵3重虽然算不上什么强者，但也不可能如此轻易被巨灵4重的凶兽瞬间秒杀呀！不行，再来一次。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那秒杀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修罗地玄说的果然没错，我就是块朽木。当年我爹学习剑如山只用了半天，我却足足用了2天。现在通过杀戮塔，我更是连第4层都进入不了。这样的我还有什么用？不行，我不能气馁。我若是不勇敢，谁替我坚强啊？我就不信了，我进入不了这第4层。可恶！再来，要打败杨明，我就必须想办法进入这第4层，而我绝不放弃，继续冲！我倒要看看
这东西能杀我几次？这小家伙疯了，足足被杀了5、60次，就是痛也痛死了。他居然还在坚持，他居然还不肯放弃。也罢了，本长老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多少次。这小混蛋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不怕痛，老夫还怕自己手酸呢。好，这小子使着！去你大爷的！就算是死，也要咬你一口，踹你一脚。老虎不发威，真当我是病猫啊？不过此人居然连杀我99次，说什么也要踹他99脚不可。继续冲！小辈可恶，看来杀你99次还轻了，必须要杀999次。圣山长老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，小家伙，你不是胆子大吗？连我这长老也是说踹就踹，连我吴府的镇宝灵石你也说练就练。长老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未经吴府允许就偷偷炼化灵石，还请长老责罚。知道认错，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。灵石的事暂且不提，我且问你，对于杨明，你可有胜的把握？说实话，我没有完全的把握，只能尽力而为。放屁！没把握你进行什么死亡挑战？再说，你要是死了，那本长老损失的灵石谁来赔呀？还请长老传授我厉害武技，我保证，只要我不死，长老损失的灵石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双倍奉还的。好一个双倍奉还！你当灵石是你家的大白菜呀？随便哪里都能弄到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要是你死了，那老夫不就亏大了？这样吧，老夫就勉勉强强传授你一种武技吧。至于能不能学会，那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此乃瞬杀之剑，是老夫当年无意中从一位剑道高人手中学会的。若你能在20天领悟，还有5成战胜杨明的可能；若是无法领悟，那你就等死吧。走了。镇山长老，这份人情我叶天记下了，吴府之恩，没齿难忘。这门瞬杀之剑好生恐怖啊，光是练到小成就能爆发出玄级下品的威力，大成更能达到玄级中品。但要战胜杨明，光是玄级中品还不够保险，我需要更强，所以我最少要把这门剑术修炼到极限之境。撑住，我一定要撑住。距离死亡挑战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，这10天内我一定要把瞬杀之剑修炼到大成才行。果然如此，我的推测果然是正确的。杨明，明日的死亡挑战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。杨明，明天的挑战不仅关系你，更关系我们在天波吴府的布局。无论如何，你必须要取得胜利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你们未免太看不起我杨明了。本座好歹也是玄武强者，更在吴府当了几十年的导师，什么样的风浪本座没有见过？不就区一个小兔崽子，你们未免紧张过头了。紧张过头？杨明，若是这叶天拥有黄级8品的武魂，更暗中突破了巨灵境3重，你还认为我们是紧张过头？还有，主上派我过来不是提醒你，而是警告你，切莫小看那叶天。须知狮子搏兔也当用尽全力。什么？叶天这小兔崽子居然乃是8品武魂，还暗中突破了巨灵3重。不过那又如何？本座几十年的武道经验摆在这里，除非他走狗屎运，再突破巨灵4重，本座杀他如杀鸡屠狗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谨慎一点。
这块玉牌你拿着，必要时也许有用。还有，既然那叶天不识好歹，那就绝不能让他活。尊师，你就是不说，本座也断然不会容许那小孽障继续活下去。区区一介新生，居然敢挑战本座这样的玄武境导师，本座看他是活腻了。哼，小孽畜，你等着吧！就凭你断我儿的手脚，我杨明就要你在生死台上生不如死！算了，还是别叫了。叶天在杀戮塔内连续修行20天，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。可是叫不醒叶师弟，那今天的死亡挑战该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看来只能为师替叶天上场了。这样也好，老师出面，就算失败，也顶多折损一些颜面，却无性命之忧。若是叶师弟出战，一旦战败，以杨明的狠毒，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叶林，你们留下照顾叶天，我们随老师去战。怎么样？那叫叶天的小兔崽子如何了？爹，你放心吧，这些天我们把所有离开吴府的通道监视得死死的，绝对不会让叶天那小杂碎逃出吴府的。那就好，敢以新生挑战本座这样的导师，若此孽障不杀，我杨明岂能在吴府立足？怎么回事？等了这么久，那叫叶天的新生怎么还没有出现？该不会真的怯战或者逃走了吧？什么？叶天怯战？那杨明导师不是在这儿干等了大半天，被那叶天给耍了吗？这该死的叶天小杂碎，你若是敢耍本座，本座决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来了，江震导师来了。江震，为何只有你来？你那弟子叶天现在何处？哼，叶天修炼过度，目前还在沉睡。今天一战，我江震将代替叶天与你一战。杨明，你可敢接？果然，那叶天还是怯战了。懦夫，自己不敢出战，居然找借口让老师出面。我吴府竟然有如此无耻之徒！搞了半天，那叶天发出的死亡挑战只是说说而已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叶天的情况，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杨明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敢不敢战？废话！既然你江震一心要代替那等废物出战，我杨明就成全你。江震，你滚上来吧！这该死的叶天，本来想当着众人的面让我爹虐死你，没想到你居然无法出战。不过别以为这样就算了，敢打断本少爷的手脚，本少爷今天就让你10倍100倍的偿还。几位师兄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废了那叶天呢？杨安嘛，当初被打断手脚的可不仅是你而已。今天不管那叶天出不出战，我们都必须要他死。杨安，若是没打听错的话，那叶天应该居住在2019号院落，里面除了叶天，还有他那2个族人叶山和叶铁。这2个杂碎咱们也不能放过，干脆一块儿废掉，然后在外面把他们都给弄死。这叶山和叶铁可以废，但那叫叶林的，据说长得不错，我们也许可以玩一玩。是你们打断我们的手脚还不够，还来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初走的匆忙，除了打断你们的手脚，我们还忘记废掉你们的武魂了。还有，这叶林小姑娘长得还真水灵啊！趁着今天大爷们心情好，倒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。给我上！先废了他们手脚，本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那叶天是如何被本少玩死的。叶天为了给我报仇，连命都可以豁出去，我们为何不能为了保护叶天豁出去自己的命？叶林，
带上叶天快跑，我们替你殿后。一群饭桶，他们再疯也不过是2个废物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给我拦住他们！本少先去废了那叶天再说。本少被虐了1次，难道还会被虐第2次吗？别以为就你们有上品宝剑。看你是个美人，本少暂且饶你一命，但你叶天必须要废，给我废！叶天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在杀戮塔内战斗吗？怎么会回到居住的院落？难道我被杀的次数太多，精神紧张，产生了幻觉？叶天，姐姐！杨安，你们这是找死！爹，救命啊！反正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一群也是杀。杨安，给我受死！不，叶天，你不能杀我！你的老师江震还在代替你与我父亲一战。你若杀我，我爹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你老师。叶灵，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还有，江震老师为何会替我出战？叶天，你不知道吗？老师说你在杀戮塔修炼过度，可能需要好几天才会醒来。偏偏今天就是你与杨明生死决战的日子，见唤不醒你，江震老师只能亲自替你前去应战了。叶天，杀得好，我们尽管卑微，但也不是人人欺负的。不要管我们，你和叶灵赶紧去生死台，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可是你们……放心，咱们还死不了。叶天，你和叶林尽管去，若是有可能，记得替我们向杨明的狗东西问声好。叶山，此棍现在归你。叶灵，速速带我去生死台。江震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本座看你不爽已经很久了，今天你终于还是被我踩在了脚下。够了，杨明，你太无耻了！晚了，按照吴府的规矩，谁上了这擂台，那不分出生死胜负，就休想轻易下去。江震，本座改主意了，现在要么你跪下哀求我，否则我要你亲眼看着你这2个弟子死去。杨明，你赢了，你我的恩怨不应牵连到弟子身上，算我求你放过我2位弟子。江震导师名不虚传，诸多无府导师试问能有几人能做到江震导师这般，为保护弟子甘愿拼尽一切，舍弃一切。放人，放人，放人！罢了，本座也不是滥杀之人。江震，你不是要保护你这几个弟子吗？可以，只要你肯从本座的胯下钻过去，本座不但放过这刘静和刘允，就连那叶天也一块放过。现在就看你肯不肯牺牲了。怎么样？只要你肯跪下来，从本座胯下钻过去，本座不但放过你这2个弟子，连叶天也一块放过。江震，本座这条件你答应不答应啊？老师，我们不怕死。江震，3个呼吸，若你还做不出决定，你这2个弟子本座可不会留手。罢了，跪都跪了，只要能救下2位弟子，我江震就算身败名裂，承受那胯下之辱又如何？杨明，放人！老师，不要！爹，千万不要让江震导师下跪啊，否则叶天这魔头就要当场把我阉掉啊！叶天，你这该死的孽障，我儿怎么会在你手中？老狗啊，
这就得问你这个宝贝儿子了。这畜生趁我沉睡，居然闯进我的院落，再次毒打我的族人，更想废掉我。今天，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。叶天，谁让你过来的？还不赶紧下去！江真老师，您辛苦了。接下来的战斗就交给我来吧。我保证，这杨明是怎么侮辱你的，我就让他10倍奉还。刘静师姐，刘云师兄，现在麻烦你们把老师搀扶下去。叶天，那你自己小心，能打则打，不能打，就利用着杨安威胁他。利用杨安威胁？江真老师，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吧？一条老狗而已，哪怕没有杨安，我杀他易如反掌。杨明老狗，你儿子连续2次报复我的族人，今天我也连续2次打断他的狗腿，大家算是扯平了。小兔崽子，你好狠毒的手段！可恶！就算是境界压制，本座今天也照样虐死你！叶天，还不给本座死来！黄云翻天！小兔崽子，没了宝器的威能，本座看你如何抵挡本座的掌法！哼，老狗就是老狗，正所谓狗眼看人低，说的就是你。剑如山！好你个小孽畜，今天本座打不死你！黄云漫天！我之剑，乃修罗之剑，战斗之剑。剑出，不杀敌，誓不回。不好！天哪！杨明导师居然受伤了！怎么可能呢？莫非这叶天真能缔造神话，以学员之身打败导师？杨明老狗，我当你有多大本事呢？结果相同境界，你也不过如此。你说你除了靠着境界的优势作威作福，你还能如何？哼！叶天，小杂碎！今日本导师就让你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武学！糟了，那是我吴府的玄级上品武学，这杨明怎么可能学会啊？不好，叶天，快逃下擂台！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鬼剑法？跟我比武魂，老狗你也配？武魂，瞬杀一剑！哦！怎么会这样？杨明，你果然无耻，居然在生死台上动用宝物的力量！我呸！什么？杨明居然使用宝物？本座动用宝物又怎么样？这生死台决的乃是生死，只要能杀死对手，那就是本座的本事。叶天，你还是太天真了，太愚蠢了。你以为你能杀掉我吗？哼！其实，当你向我发起挑战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你的灭亡。小孽畜，本座今天就灭了你！杨明，无耻之徒！今天我江震跟你拼了！老师，别上来！忘了我说的话吗？一条老狗而已。既然他无耻在先，那也别怪我拉手在后。不，这不可能！瞬杀一剑只能爆发1次，这小子怎么可能爆发出第2次呢？叶天，好孽障！身为弟子却斩杀导师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、丧心病狂！来啊，把这孽障抓起来，废掉修为，再交给王爷治罪！韩虎，我弟子犯了何罪？你要把他带走？你放肆！你身为导师，不知道好好教导弟子，反而纵容弟子对导师行凶，本座没有治罪于你，已经算是宽大处理，你还不速速退下！至于这叶天身为吴府新生，竟然狂妄如此，先于1月前毒打杨安等多位吴府老生，
现在又当众诛杀导师杨明，此子行事作派，真乃魔道之人。按五府规矩，本座当拿下此人，让院长亲自问罪。谁敢阻拦，当与此子同罪。还有，叶天，你若是反抗，本座有权当场废你武魂。韩虎，你血口喷人！此乃生死之战，叶天不杀杨明，难道等着杨明来杀叶天吗？纵然叶天杀死杨明，又何错之有？他有何错？你说了不算，本座说了才算。还有，此子罪名不仅于此，有人亲眼所见，叶天这孽障竟在新生住处之内杀死了数名老生，手段之残忍，严重破坏了我五府规矩。即使这样，蒋真，你还要袒护于他？没错，我是杀了人，但我没有错。是这杨安先带着人想要趁我昏迷废掉我，还再次毒打我的族人，想要废掉他们的武魂。我不杀他们，难道看着他们羞辱我的族人，废掉他们的武魂吗？韩虎，你听到了吧？是杨安挑衅在先，就算我弟子下手有些重，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自己找死。小孽畜，你一派胡言！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明明是你暗中报复，毒打了杨安等人，又怕事情败露，故此杀人灭口。到了现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来人，给我抓住此孽障！他如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韩虎，你敢？我弟子无错，谁敢抓？本座敢抓，你岂能阻？上去！哪怕是死，我也不接受这样的污蔑。想抓叶师弟，除非踏过我们的尸体。刘静师姐，他们摆明是要针对我，你们插手也没有用的。少废话，谁叫老娘是你的师姐？哼，这颗丹药你拿去，尽量恢复战力。这些小喽啰，我们替你挡着。韩虎，我也是那句话，想动我的弟子，就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好，蒋真，你身为导师，非但没有尽到教育弟子之责，居然还纵容弟子行凶。今天本座就以执法者的身份，把尔等全部拿下，交给院长治罪。战吧，战他个天翻地覆，杀他个血流成河。纵然一死，能遇到这样的老师，这样的师兄师姐，死也无憾。本长老在此，韩虎，你敢放肆？镇山长老，出手的居然是镇山长老。镇山长老，您老人家面前，我怎敢放肆？我只是在执行公务而已。哦，执行公务？难道你不分青红皂白要捉拿江震就是公务吗？难道你破坏五府规矩，无故栽赃陷害五府弟子，就是你要执行的公务？好了，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儿了。韩虎，带着你的狗腿子马上滚！镇山长老，江震我可以不抓，但叶天这等魔头实乃我五府的害群之马。作为执法长老，此子我必须要带走，让他接受应有的处罚。处罚？难道只许杨明杀我，不准我杀杨明？难道我只能站在原地让杨安带人把我和我的族人全部手脚打断，武魂废掉？那样我才是无罪？如果这就是你的处罚的话，那么你这刑法长老还真是公正无私啊，当为五府楷模啊，值得鼓掌啊！叶天，你这小魔头，死到临头你还想抵赖你的罪行？有种的你现在就跟我到院长面前对质。用不着了，本王已经到了。镇山长老，你可是为这叶天而来？不，本长老是为了五府的公道而来。庆王，你来的正好，如今你是五府院长，你来评评理。这场挑战乃是死亡挑战，本就是双方不死不休。叶天斩杀杨明，何错之有？何罪之有？死亡挑战固然是五府内部解决恩怨的传统，
但叶天身为学员战胜杨明就足够了，他却杀死了杨明，就算无罪，但也有错。还有，本院长还听说这叶天不仅杀死了杨明，他还因为口角杀死了杨明的几位弟子，这就做得太过分了。所以叶天纵杀杨明无罪，滥杀吴府弟子却是大罪。这就是所谓的北城第一武府吗？杨安带着人报复我，毒打我的族人的时候，没有见你们出现。结果我一时愤怒，失手反抗，杀死了那几人，反而成了我的错了。敢问院长，以后再有老生仗着修为，要毒打我们新生，乃至侮辱我们，甚至要废掉我们，我们该如何做？站在那里不反抗，任由对方把我们打死，然后再由这位姗姗来迟的执法长老替我们的尸体主持公道吗？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叶天，你说杨安带人毒打你们，可有证据？可有人看到？怎么没人？我们都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了，还有老夫也看到了。镇山长老，若本王一定要治罪这叶天呢？那老夫只能说，庆王你的院长当得有些不太合格了。杨镇山，你放肆，竟敢对院长不敬！张嘴！本王与镇山长老说话，何时轮到你插嘴？庆王殿下，刚才是老夫失礼了。如今你是院长，这吴府的赏罚自当由院长你说了算。庆王，如今你是院长，你说今日叶天之事，该赏还是该罚呀？咱们这位师弟神经还不是真一般的粗大，都这样了，居然还能够修炼。这就是这小子的奇特之处了。老夫还从未见过如此不怕死的人。这位镇山长老，莫非还在记恨我被杀100次时踹他的那一脚吗？弟子杨安，仗势欺人，先后毒打叶天同族，其手段之恶劣，这乃我吴府之耻。现在本王以院长之名宣布，把杨安驱逐出天波吴府。至于叶天，虽杀杨明有错，但念及这场恩怨，乃是杨明与杨安父子首先挑起。叶天之错，既往不咎，但却不适合待在新生院了。从即日起，叶天直接进入老生院修行，不得有误。现在都散了吧。太好了，叶师弟，想不到这样你都能够过关，非但没有受到处罚，还受到了奖赏。这么说来，庆王当这院长也不错呀。一群就知道胡闹的蠢货，若不是镇山长老出面，你们以为你们还能站在这里？多谢长老救命之恩。叶小子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。老生院和新生院不同，在新生院，你可以仗着宝器之威横扫诸敌，但在老生院，境界最差的都是巨灵5重天，最强的更是达到巨灵10重天。哪怕有清风剑在手，你以为你能在老生院生存下去吗？果然，能够成为院长的，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该拒绝进入老生院了。拒绝？作为新生，你斩杀导师就够大胆了。庆王身为院长，非但没有处罚你，还当众奖赏你，这岂是你想拒绝就能拒绝得了的？那长老，叶天该怎么办？您老人家总不能看着叶天在老生院受欺负吧？你们求老夫也没用。想要在老生院生存，那就努力提升自身实力吧。还有，老夫交给你的顺杀之剑，1个月内你居然才修炼到连发2剑就不行了，简直就是个废柴。想当年老夫在你这个境界，可是一口气足足能释放10剑的。镇山长老，还请你再给我10天时间，我保证，我一定能把顺杀之剑修炼到最完美的形态。莫非是老夫说的话太重了，刺激到他了？不过这样也好，
这小子到处惹是生非，若不把他说的废柴一点，那他还不在吴府闹翻天了呀。不错，叶天呐，虽说你武学天赋是废柴了一点，但是记住，天赋差劲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不知道努力呀。天赋差就差吧。父亲曾说过，真正强大的武者，1分靠天赋，9分靠努力。哪怕我天赋不如别人，只要我肯比别人努力10倍、100倍，我一定能够成为强者的。叶天，你能这样想就对了。为师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我吴府的骄傲。骄傲吗？那咱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叶天，现在本长老就再给你10天时间。10天之后，你若真把顺杀之剑修炼到完美境界，那灵石的损失，本长老就不要你赔了。若是你修炼不到，那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什么新账老账？叶师弟，莫非你得罪过镇山长老吗？对了，江真老师，这吴府是怎么回事？院长怎么会是皇族？而我看镇山长老也似有与院长对立的意思。嘘，此事切莫乱说，你们且跟为师回去再说。今天之事，想必你们也都看出来了，镇山长老跟庆王这位吴府院长乃是面和心不和。原本此事你们学员是没资格知道的，但是你们既然问起来，我也只能跟你们说4个字。哪4个字？功高震主。众所周知啊，我天波吴府乃是北域第1吴府，从我们吴府走出去的玄武强者，比皇家吴府和四海吴府加起来还要多出好几倍呢。也因此，这些年来，皇族对我们的限制也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猜忌。为了避免皇室猜忌，也为了天波吴府能够继续发展，上任院长干脆主动辞去院长之位，开始隐居，更是允许皇族派出庆王继任院长，以表明天波吴府对皇族绝无异心。原本这些你们这些弟子是没资格知道的，但是叶天你却斩杀了杨明，还引起了镇山长老和庆王的直接冲突。那为师就必须要让你明白这些，也切莫辜负了吴府对你的一片期望。江真老师，我只能说，吴府若不负我，我叶天绝不负吴府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你战斗了一天，应该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，如今的吴府不比以前，我和镇山长老也只能在武道上指点你，但你若在老生院跟其他弟子起了冲突，你却只能依靠自己了。唯有实力，我才能在天波吴府站稳脚跟；唯有实力，我才能保护自己，更保护身边的人。江真老师，镇山长老，你们就看着吧，我叶天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。只是这些还不够，我要变得更强。当年镇山长老能在距灵3重天就施展出10次瞬杀之剑，镇山长老能行，我也一定能行。奇怪，莫非是老了？怎么莫名有些冷呢？不过那叫叶天的小子还真是变态呀，居然仅仅用了20天就把瞬杀之剑学会，还修炼到了大成接近极限之境。白爷，您吩咐的事属下已经完成，杨安已经被送进皇家武府继续深造。很好，杨明到底是天波武府第一个投靠我的导师，就算他不幸战死，本王也不能寒了人心。该照顾的就一定要照顾好，唯有如此，这些天波武府的导师才会甘心替本王、替皇族卖命。王爷，属下不明白，如今老院长已经退位隐居，您为何不大刀阔斧直接进行改革？若是某些老顽固试图阻挠，属下愿肝脑涂地，替王爷清除这些隐患。还不住口！
你可知道北赵国如今有60%玄武境武者，都是从天波五府走出来的，还有军中的统军的将领，从天波五府走出来的更是足足占据了7成。这是一股何等恐怖的力量！若是镇山长老一死，老院长发怒，登高一呼的后果你承受得住吗？还是说本王承受得住？可恶！再来！压力越大，机缘越大。既然我天赋不强，那我就只能更加的努力。奇怪，这好像是个新生，居然就敢来杀戮塔修炼，他难道不怕死吗？难道没体会过那种死亡的痛苦吗？哼，我认识这人，他就是那个斩杀了导师杨明的新生。当然了，严格来说他已经不算新生了，因为院长已经让他提前进入了老生院了。什么？此人就算有些天赋，但也不过巨灵3重而已，就凭他也配进入天才云集的老生院？总之10天之内我一定要修炼到瞬杀完美之境。看来想要继续提升瞬杀之剑，我只能去向镇山长老求教了。弟子叶天见过镇山长老。哼哼，小家伙怎么样？话说得太满了吧？当然，以你的渣渣天赋，想要如本长老当年那样1月之内把瞬杀之剑修炼到完美之境，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。这样吧，本长老就再给你1个月时间，你赶紧回去抓紧修炼。镇山长老，你误会了，瞬杀之剑的完美之境我已经练成了，不信你看。瞬杀之剑真的是完美级的瞬杀之剑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老夫可是足足在杀戮塔内花费了半年时间，更是足足死亡了990次，才领悟到瞬杀之剑的真正精髓呀！可是这小子，他居然……镇山长老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我还是不如你，所以我这次来是真心想求教你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如你那般，一次施展出10次瞬杀之剑呢？这小混蛋，他哪里是来求教的？他这分明是来故意打我这张老脸的呀！唉，叶天，你真是太渣了，太蠢了，这么浅显的武学道理都不懂。你先去老生院修行个1年半载，等你想清楚什么是剑，然后再来找本长老请教吧。这是孺子不可教也，朽木不可雕也，气死本长老了！哼，这九天大陆比我强得多了去了，跟那些真正的天骄妖孽比起来，我的差距还是太大了。只是这种差距并非无法弥补，只要我肯努力不放弃，终有一天我会追上去的。镇山长老，我知道现在我还没有资格得到您的指点，但我绝不会放弃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变强的。告辞。幸好把那小子打发走了，要是他真的向我讨教，我却没什么好指点他的，那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罢了罢了，还是让他去老生院好好磨练磨练吧。